活看上去毫无希望。老金来到汉江的大桥上，准备一死了之，眼一闭脚一蹬就跳了下去。可是生活还没有把你折磨够，怎么会让你死呢？眼一睁，老金发现自己置身荒岛，本以为自己是飘到了世外桃源，回头一看，自己最讨厌的那座城市就矗立在对面。老金转了一圈，发现这就是江中心的一个小岛。不会游泳的老金就这样被困住了，游船没有为他停下，在江边写了一个大大的 help， 可是写的再大也不会有人看到。老金发现自己的电话还能用，打给警察，警察以为他是神经病，打给前妻，前妻巴不得他死了。一个推销电话打了进来，对面的推销员疯狂地推销他们的产品，一直给男主的电话打没电，男主也没插上话。失望至极的老金还是想寻死，刚准备上吊，突然发现自己肚子痛，这要是自己死的时候没憋住，带一裤兜子粑粑，可没人来给自己收尸，还是解决了先。刚顺畅的男主看到了旁边能吸花蜜的一串红，吸了2口之后，突然就不想死了，喝江水，吃野蘑菇，反正自己也是死过2次的人了，什么都无所谓了。还想到了钻木取火，对着对面的大城市脱掉裤子，大喊着他可没有欠债呀。在这里温饱才是最基本的需求。捡飘过来的垃圾，还捡到了一只鸭子船，成了男主的江景别墅。抓野鸭，捕鱼，掏鸟蛋，老金是哪一样也整不来，只能接着吃树底下的野蘑菇，用捡来的洗衣液洗了个头，却意外的毒死了几条鱼。老金终于开了一次心，野鸟偷吃男主剩下的鱼，第2天野鸟也被毒死了，老金又吃了一顿鸟肉。故事讲到这儿，我们的女主才刚刚登场。由于自己的半边脸上有一块疤，导致女主患上了见人恐惧症，已经整整3年没有走出房门了，生活基本就靠父母和外卖，上厕所也得等父母出了家门，窗帘不会拉开，房间中到处堆满了垃圾，自己就睡在衣柜里。每年春天和秋天的防空预警的时候，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的时候，女主才会打开窗户，用望远镜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而女主正好看到了男主写的 help， 还看到了正在自杀的老金，而女主以为老金是个外星人，吓得再也不敢看外面了。吓得睡不着的女主再一次望向了男主，正好看到男主脱了裤子狂甩，从此就过上了时刻监视男主的生活。突然一天，一个炸酱面的酱包打乱了男主的生活，他突然非常向往吃上一碗炸酱面，这对于他来说简直太奢侈了。突然有一天，鸟粪中没有被消化的种子给了老金灵感，自己种出粮食，做一碗炸酱面成了老金的希望。收集鸟粪开始播种，自己的粑粑就成了肥料，汗水就是美味最不可或缺的盐分。观察老金很久的女主决定代表地球人和老金这个外星人交流一下，她全副武装偷偷地跑出了家门，拿出准备好的漂流瓶扔了下去。3个月之后，老金学会了很多的生活技能，掏鸟蛋已经不在话下了。另一个好消息是，男主的小麦发芽了，并且终于发现了女主的漂流瓶，就这样2个人成为了笔友。交流中，女主得知了老金想吃炸酱面的希望，于是帮老金点了一份外卖。收到订单的外卖小哥极度崩溃，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这辈子要送这样的外卖。蹬着小鸭子，好不容易送到了老金跟前，老金居然不签收，他说自己做的炸酱面才是希望，又让外卖小哥给送了回去。外卖小哥气得差点没跟男主一块在这荒岛余生。女主吃了老金没要的炸酱面，尝了尝老金的希望，她决定也给自己播种希望。打开房间，找妈妈说要种玉米。同一屋檐下的妈妈，3年来第一次看到女儿，这也是妈妈的希望呀。终于男主丰收了，简单的工具帮助他完成了他的希望。吃下希望的老金，眼泪终于忍不住了。另一边，女主的玉米也发芽了，她的房间中也终于有了一丝生机。似乎电影不能进行的这么顺利，屋内隐藏了3年的女主还是被人肉了。网上的流言蜚语击碎了女主脆弱的内心。屋外天空狂风大作，暴雨摧毁了老金的一切，他的家也没了。醒来的男主终于被人发现了，他将被强制驱逐，但此时的男主已经不愿离开。目睹这一切的女主却无能为力，2个人都到了崩溃的边缘。终于女主鼓起勇气踏出了房门，回到城市的男主上了一辆公交车，女主追着公交车，公车渐行渐远。
突然1年2次的防空预警响了起来，路上的车辆都停下了。女主追上了公交，她告诉老金，我的名字叫金玉莲。公交车突然启动，老金下意识抓住了女主的手，四目相对，或许他们才是彼此的希望。乐吧电影，问你吧好看的电影，我是木木，记得关注哦，爱你么么哒。